这个月要开始玩的游戏太多了，街霸还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来碰。其实我对米家新游的绝区零也十分感兴趣，但最巧的事情来了绝区零制作人居然把街霸6的领头请来喝茶了，而且这还不是我标题党我猜很多街霸玩家对此次访谈的消息都听闻甚少，而这一次的对话中也透露了许多以往我想查阅资料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关键信息。另外作为一个 Z 时代出生近10年的街霸老油条，我最近还听说咱们一些所谓的街霸玩家就因为这条视频与米家光速分割这事儿。我想我虽然实力算不上代表，但论5000的游戏时长并且74%平均胜率的全角色大师来说，我怎么也算是众多街霸玩家中的其中一个声音了吧。这事儿我始终认为其中的言论并不能代表绝大部分的街霸玩家。真正的街霸玩家我猜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来带什么节奏的，新角色维加出来还没几天呢，都还在忙着研究对策。更何况我印象中的大部分玩家实际上年龄或许都偏大，虽然如今有大批年轻的新玩家加入游戏，但我认为核心玩家或许还是老大哥们居多，而他们不是在冲刺传奇段位，就是在研究赖比剪刀脚该如何对策罢了。所以我认为绝区零可能不在他们的受众当中。总而言之，那个带节奏的发言是没法代表什么街霸玩家的相反呢，我还非常期待这个游戏。那以上硬蹭流量的环节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期待的绝区零与街霸6制作人访谈会里面有什么有意思的内容吧。首先要聊的是大家一直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现代与经典的对立，大家还在为这个模式吵得不分上下的时候，原来早在游戏发售之前他们就已经想到了，而且从透露的信息当中也明确表明了街霸6除开竞技性的核心就是降低门槛，尽可能的拉新。就像他们说的，一开始的搓招指令渐渐的从以前的有趣变到现在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门槛，这也是近年来格斗游戏一直人流量小的其中一个原因罢了。还是很多想要接触游戏的玩家卡住了训练房的教学里，哪怕扛过了这一关也会被很多硬核的知识劝退，其难度魂类游戏或许都不一定能比拟。所以现代模式的诞生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为了新人能够尽可能的全面体验到整个游戏的内容而开发的。尽管很多问题是这个模式一键出招不少人都非常的苦恼，但看看现代模式要用的高伤害连段还是需要你手搓，而这个就是培养每一个新人玩家过渡到经典模式的一个过程。看看现在的整个沙盘，即使已经有了现代模式的职业玩家了，但整体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占比，而且并不是你一定喜欢的角色用现代模式上限就足够的高，玩到后面极大概率还是会去尝试经典模式的。至于一键出招大家不妨把心态放稳。我曾经也被很多顺发和波神打得遍体鳞伤，但归根到底也是例会中的一环。换换打法思路或许是我们进躲和战胜对手的更好办法。而且他们早就料到了我们这些经典受害者会和现代玩家对立，他们早就做好取舍了。现代模式和经典模式对于我们普通玩家之间是否平衡的问题，或许以后都不会得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如果这个游戏只有一个现代模式的话，我认为街霸6还不至于有现在的成绩。制作人在后面一起聊到的难度曲线和游戏发展的节点，我似乎搞懂了碧昂的傻逼卡表为什么终于每次活动只出小人的皮肤了。除了现代模式带新人熟悉游戏以外游历模式更像是专门对格斗游戏毫无概念的玩家设计的新手关，一边了解整个游戏的世界观和故事线，一边随着游玩时间一点点的提高强度的 AI 对战。在你成为一名正式的格斗家之前他们的选择是一直给你甜头，而且这一批轻度街霸6玩家在整个群体里面占比其实也不少的。为了有更多的丰富内容和不断的拉新，所以才会每一次出的活动都是小人皮肤或者卡片自定义相关的社交属性的内容。高情商的说就是我们又要做小人皮肤又要做角色皮肤，安排不过来呀。那低情商来说就是懒，反正我是一个放心摆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好我自己也算是半个格斗游戏核心玩家，我呢更偏向于角色竞技所以我在期望每一次活动里面能有一件衣服就行一件都可以。访谈内容里面还明确了街霸6为什么会选择斗气迸发和蓝房这样的一个系统。我自己的解读偏向于给新人更多的一个机会，和他们说的能给新人一个一键出招很帅的招式。因为现在街霸6的力回占比对比前作是有所减少的，而且力回也是格斗游戏中最抽象最难学的一种概念。游历模式给了新人认识街霸的机会，现代模式降低了连招的门槛，游戏系统也给了更多获胜的可能。这些组合拳才是促成了卡普空再一次登上格斗一哥王座的原因之一。那为什么我标题说的是
是未来格斗游戏的发展呢？大家看看现在的格斗游戏啊，就比如之前啊准备竞争街霸6的铁拳8，在我看来啊，南梦宫在简化操作上面也付出了相当多的一个努力，但也就相当于只有一个现代模式的街霸6罢了。铁拳的大厅也承担了社交，也有类似的游历模式的功能，但总的来说内容还是不及隔壁的丰富。还有我很认可的碧蓝幻想 VSR， 也是简化了操作，还增强了社交玩法。那可惜的是，这款作品啊，可能更偏向于二次元或者说碧蓝粉丝向的作品。他们有别于街霸6的原因，就是玩家啊在正式格斗之前有没有足够的正反馈和吸引人的设定或者说是故事。所以这张访谈表面上给的只是他们制作街霸6和绝区0的理念分享，实际上这些啊都是他们摸爬滚打挣来的经验值，也隐喻了未来相关游戏的发展方针。当然，这场访谈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啊，要是没有这些视频啊，我甚至都不知道原来松本修平以前是小野义德的小弟啊，他们甚至还鞭尸了一次街霸5。我十分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内容哈。我看完正片之后还有一个感叹，就是随着格斗游戏时代的发展，以前我们或许最看重的连招技巧和力回这些都随着忙碌的时代变得黯淡。我非常理解格斗游戏为了活着，这些是必须要做的。但同样作为一个老玩家，我也十分怀念过去的格斗游戏，或者说过去大家一起在街机厅里，一起在暗房里面打街霸的日子。未来的发展需要听到的是新时代玩家的声音，而我们这些老玩家会何去何从呢？后面空了呢，我也来和大家聊聊心里话吧。差不多以上就是我从这次绝区0与街霸6制作人访谈中听到看到的有趣内容了，十分推荐大家看看原片啊，哪怕你不是绝区玩家。之后角色杂谈啊和一些别的内容会慢慢更新的啊。今天绝区0呢已经公测了，我已经等不及啊要和沙云阳邂逅一下了。祝大家街霸打得开心啊，绝区抽到喜欢的角色。最后呢，希望大伙儿别忘了给我一个小小的3连，奖励一下干了好几天视频的我。后面还有很多高创的内容，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哟。我是秃头，一位草根艺术爱好者，我们下期再见 ，Adios。